如果你還在把最近的白银暴漲當成一輪普通的貴金屬牛市，那你真的低估了這場風暴的級別。2025年年底，真正的黑天鵝已經不是房地產，不是美債，甚至不是美元，而是白銀。12月下旬，現貨白銀價格連續暴走。12月26日突破75美元。12月27日深夜，日內漲幅超過 10%， 衝破79美元。12月29日凌晨 ，JM Bullion 數據顯示，現貨白銀一度摸到 80.30 美元每盎司。上海市場更瘋狂，白銀收盤價直接幹到 82.41 美元每盎司，刷新人類歷史紀錄。這不是漲，這是失控。問題來了，白銀為什麼會瘋成這樣？答案只有一句話：北京把白銀武器化了。根據多方市場披露的信息，2025年年底，中國已將白銀正式納入戰略資源管控體系，並同步推進對外貿易法修改，把維護政權安全與白銀出口直接掛鈎。更致命的是，中國作為全球第2大白銀生產國，已明確將於下周起停止所有白銀出口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全球 13% 的白銀供應將被一刀切斷。別小看這 13%， 白銀不是黃金那種躺在金庫裡發光的東西，它是工業血液。根據世界白銀協會的公開數據，2025年全球白銀需求中，超過 58% 來自工業用途，其中光伏、新能源、AI 芯片、半導體、醫療設備是絕對的大頭。一塊 AI 芯片裡，白銀是導電材料；一塊光伏板裡，白銀是核心漿料。一條新能源產線停下來，往往不是缺硅，而是缺銀。現在，北京直接把水龍頭關了。於是，你看到的是一幅極其荒誕，卻又真實到令人脊背發涼的畫面。一邊是華爾街、倫敦金銀市場的實物白銀庫存跌到歷史最低位，另一邊是中國國內，從深圳水貝到縣城集市，從投資機構到大爺大媽，全民搶銀磚。市場分析師已經不再拐彎抹角，有人直接說，白銀周圍正在形成一場完美風暴，條件已經全部就位，供應斷裂，工業剛需，投機資金，地緣政治，美聯儲降息預期，唯一差的只是最後那一下系統性崩塌。更諷刺的是，美聯儲和華爾街現在處在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，不是沒錢，是沒銀。有分析指出，目前西方金融體系中，大量白銀是紙白銀，實物交割能力嚴重不足。一旦工業企業開始爭奪現貨，一旦市場要求真實交割，整個白銀衍生品體系可能會在極短時間內失效。換句話說，這不是一次行情，這是一次信任測試。而北京這一手極其清楚自己在幹什麼，一邊瘋狂囤黃金，2025年中國官方黃金儲備再創新高，一邊收緊白銀出口，把工業命脈攥在手裡。表面上叫資源安全，本質上是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精準狙擊。當稀土之後，白銀被拉上戰車，信號已經非常明確，規則正在被人為打斷。而最危險的地方在於，當經濟戰被逼到極限，當金融威懾不再奏效，剩下的選項，歷史已經寫過太多次。但在全面失控之前，第一波代價已經開始在中國國內顯現。白銀瘋漲的另一面是中國投資市場的集體失控。唯一一家專注白銀的基金——國投瑞銀白银期貨基金，年內漲幅高達 187%， 溢價一度超過 60%， 最終被迫在12月29日起暫停 C 類份額申購。不是不想賺，是已經兜不住了。當基金公司連續發布上漲不可持續的風險警告，卻依然擋不住散戶衝鋒，這不是牛市，這是踩踏前夜。白銀越漲
越像一面照妖鏡。它照見的不只是全球供應鏈的脆弱，更是一個體系在極端壓力下選擇把資源變成武器，把市場變成戰場。而真正的問題是，當所有人都在搶的時候，誰會是最後一個接盤的人？如果說第一階段是北京把白銀拉上戰車，那麼第二階段就是所有普通人被一腳踢進了戰場。2025年12月，中國正在上演一幕極其熟悉卻又一次比一次危險的畫面：全民搶購，深圳水貝凌晨排隊，2、3線城市金店銀條斷貨。短視頻平台上，博主舉着銀磚說：“這不是投資，這是保命。”甚至在農村集市，大爺大媽們也開始比誰家銀锭更大、更純。一位博主說得很直白：現在全國已經不是炒白銀了，是搶白銀。搶不到，心裡就慌。但歷史從來不講離慌。公開數據顯示，2025年12月26日，現貨白銀年內漲幅已高達161%，成為全球表現最強的大宗商品之一。而與此同時，上海期貨交易所白银期貨漲幅約為145%。漲得越快，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就越明顯。業內人士已經反覆提醒，真正需要白銀的是工廠，真正囤白銀的卻是投機盤和散戶。這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工廠買白銀是用完就沒，投機者買白銀是等着賣給下一個人。表面上看，大家都在搶，價格當然會漲。但一旦風向變化，所有投機者會在同一時間想跑。問題是，那時候誰來接？這正是白銀最危險卻被刻意忽略的地方。白銀不是黃金，黃金是終極避險資產，央行接，國家接。白銀是工業金屬，需求極度依賴經濟週期。當全球經濟真的被拖入衰退，光伏擴產暫停，芯片訂單縮減，製造業降速，工業需求下降的速度往往比你想象的快得多。到那一刻，白銀的雙重屬性會瞬間變成雙重打擊。而中國投資者恰恰處在最危險的位置，因為在國內投資渠道極度受限、信息高度扭曲的環境下，貴金屬被包裝成了唯一確定性。國投瑞銀白銀期貨基金就是一個赤裸裸的警示案例。當其價格相對淨值溢價超過60%，當連續3天觸及10%漲停，當基金公司被迫把定投額度從500元降到100元，這已經不是理性投資，這是系統失靈。更諷刺的是，就在限制措施出台後，該基金又連續跌停。溢價回落，但遠未回歸理性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一件事：泡沫已經形成，只是還沒破。而泡沫最擅長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在破裂前讓更多人相信。這次不一樣，可現實從來不講情緒。白銀價格的暴漲，疊加中國的出口管制，確實在短期內制造了資源恐慌。但中長期看，這是一場極其危險的對沖遊戲。一邊是北京試圖用白銀擾亂全球金融秩序，狙擊美元信用；另一邊是全球市場被迫尋找替代，加速去風險化，重構供應鏈。歷史已經多次證明，任何把資源當武器的國家，最終都會發現世界會繞開你，而不是跪下來。更殘酷的是，當國際市場完成調整，當替代材料、回收技術、庫存釋放逐步生效，真正被套在高位的，往往不是國家，而是最後一批衝進來的普通人。這也是為什麼越是全民狂熱，越值得警惕。有網友說得很冷靜：“你們炒黃金白銀，我儲備糧油。”還有人直言：“早不買晚不買，偏偏漲到高位跟風。”這不是投資，是獻祭。當所有媒體都在強調白銀盛世，
當所有短視頻都在渲染一夜暴富，真正該問的問題只有一個：如果白銀真的這麼安全，為什麼基金要暫停申購？為什麼交易所要不斷加碼限制？答案其實已經寫在牆上了。2025年年底，我們確實站在一個歷史節點上。舊秩序鬆動，新秩序為例，金融體系高壓運行，地緣衝突暗流湧動，而北京選擇的不是修復信任，而是加碼對抗。白銀只是最新的一枚棋子，但棋盤的盡頭從來不是財富自由，而往往是一地雞毛和來不及逃跑的人。如果說這輪白銀狂潮有什麼真正的價值，那就是它再次提醒所有人，當一個國家開始把商品變成武器，把市場變成戰場，最先被消耗的永遠是普通人的安全感和積蓄。而真正的問題不是白銀還會不會漲，而是當這場人為制造的風暴結束時，你站在哪一邊？